协约联合港口，安苏正在送别妻儿，战火烧到国内只是时间问题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前往国外避难。女儿很崇拜自己的父亲，临走前还送了安苏一把刻着他首字母的机型冲锋枪。与此同时，帝国的北方军司令部正在召开会议，谭雅提议退后战线以降低军队的物质负担，为春季反攻做好准备。他考虑的是长期战线的问题，但北方军司令却并没有打长期战的准备，而是想速战速决。但是物质的消耗是一大问题，发起攻势后不补给就会耗尽，到时候势必会遇到进攻瓶颈。司令不以为意，战争储备还能坚持3周，只要在此期间歼灭前线部队就可以了。但协约联合可是有着共和国联合王国的支持，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打破僵局。谭雅一再反对北方军发起战争，让司令非常恼怒。他是从莱茵战线下来的人，知道补给不足会给下面带去多大的负担。谭雅疯狂地往咖啡里加着牛奶，西军已经饥饿不堪了，而北军司令部还富得流油，和北军司令大吵了一架。谭雅喝完咖啡扭头走人。他问库尔特参谋长为什么不阻止北军司令？现状下实施全面攻势必败无疑。库尔特则希望能听到谭雅的真心话，而不是形式上的意见。他问，假设实施方面军的攻势计划能产生怎样的效果？如果北方一旦开战，应该能减轻莱茵战线的负担，但要实行极为困难。共和国不可能提供大量兵力影响莱茵战线。从这个观点上看，全面攻势只能当作对协约联合的佯攻，而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压制后方。谭雅恍然大悟，这次全面攻势的目的是为了给登陆作战当掩护。艾里希大吃一惊，问谭雅是从哪里听来的？他居然看穿了只有少数军官才知道的真实计划。库尔特对谭雅更有信心了，他将203大队作为登陆作战的全军先锋。此次登陆奇袭作战，攻击地点必须超越敌人的预想，而帝国的目标正是奥斯峡湾。协约联合内，安苏的部队被派遣驻守奥斯峡湾。峡湾狭窄且错综复杂，还有众多暗礁岛屿和悬崖，河里分布的12门巨炮能瞄准任何方位，任何列强的舰队都不可能突破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要塞。所以守卫部队今天只有安苏这一个大队。帝国前线开始了冬季攻势，协约联合可以说是焦头烂额。很快203魔导大队乘坐运载机抵达奥斯峡湾，此次任务为奇袭作战，他们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压制。谭雅将维多利亚任命为预备指挥官，如果谭雅和其他中队长被击落，就代表任务失败，他需要带着其他人撤退。全员空降，奇袭作战开始。安苏这边刚发现海上的3艘巡逻船失去了联系，窗外突然响起了炮声。在谭雅的带领下，203大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摧毁着峡湾部分的炮台。守军垂死发去通讯告知敌袭，中队长立刻联络总部请求支援。安苏却察觉到了异常，为什么敌人只进攻炮台？很快，维多利亚观测到一支魔导大队正在逼近，谭雅带领第1中队迎击，让其他人抓紧时间摧毁炮台。帝国的北洋舰队已经越过协约联合巡逻线前往奥斯峡湾，如果203大队不能在30分钟内解决所有炮台，舰队就只能返航。谭雅带着中队和安苏的大队缠斗，为手下解决炮台拖延时间。协约联合大队中，包括中队长在内的多名士兵被击穿。安苏环顾四周，发现了谭雅的踪迹，他打死都忘不了这个曾经以一己之力拦下他们整个中队、癫狂抱着士兵自爆的幼女恶魔。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安苏失去理智，不顾一切地追着谭雅而去。谭雅不想对付这种难缠的敌人，但是逃走的话，履历就不好看了。他折返准备和安苏作战，这时手下发来好消息，所有炮台摧毁完毕。安苏惊悚地回头，帝国舰队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驶入奥斯峡湾，直接开炮炸毁沿岸防线和增援的火车。203大队任务完成，准备撤退，而安苏看着满地战友的尸骸，彻底崩溃，奋不顾身地朝着敌人离开的方向追击。他绝不会让祖国就此陨落，但即使多么勇猛，他孤身一人也完全不是谭雅的对手。尖刀刺破防御，贯穿他的身体。谭雅总觉得这个人在哪儿见过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他随手将人扔进海里，那把满怀爱意的冲锋枪最终成了谭雅的战利品。之后，帝国舰队的登陆行动畅通无阻，控制了协约联合的铁路后，北方军的物资运输就不再是问题。绕到敌人后方的作战计划成功，今后他们就能对协约前后夹击，拖延已久的战局也终于能收尾了。不久之后，协约首都被占领，投降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而在解决了协约之后，谭雅再次回到了最危险的莱茵前线。203大队的众人也逐渐蜕变成了熟练的老手。曾经被谭雅从雪地里拽出来打过一顿的沃伦，因为大意伤了手。午饭时间，被他的中队长怀斯警告小心，不要最后一次的击落术士自爆，让沃伦好好学习维多利亚。只是跟着谭雅一起飞，就自然变成老司机了。维多利亚和谭雅搭档了很久，大家都很羡慕他的职位。这时，突然有士兵闯入帐篷，有紧急军情找谭雅汇报。莱茵战线的后方阿利纳市原本是共和国的领土，最近反抗组织风起，驻守的宪兵失败，导致莱茵战线后方被截断。反抗军炸毁铁路，迎接共和军魔导大队。帝国前线的物质运输被截断，如果没有补给，必败无疑。
谭雅收到命令，要求他带队歼灭阿丽娜反叛军会合的共和军魔导师和友军，完成市区镇压。参谋本部已经制定了一套短时间内镇压市区敌军的作战方针，他们将立刻对阿丽娜市发布避难通告，仍留在城市里的人将遵照国际法全部视为共和军全部消灭。在歼灭魔导部队后，炮兵将对整个城区进行轰炸，即便这样会害死无辜的市民，但是他们进退皆为地狱。城内除了少数共和国魔导师外都是民兵，这是最悲哀的事，但他们是军人，必须要遵从命令。阿丽娜的城区里飘满了帝国的避难通告，但是没有人当回事。谭雅集合203大队，宣布进行阿丽娜夺回战，他们必须消灭城内的所有共和军，不许对非战斗人员开火。消灭魔导师前后分别进行避难通告，如果敌人不接受投降，将进行扫荡战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在城市里进行扫荡战，大家都明白，即便发布了通告，对方也不可能乖乖投降，更别提还要进行炮击。民兵和普通民众根本就无法区分，这样一来不就是屠杀了吗？怀斯揪着沃伦的领子，让他不要再说了。共和国魔导队很快发现203大队的逼近，大队长下令进行长距离伏击战。203大队进入空无一人的城区后不久的遭到阻击，谭雅下令全员散开御敌。一番激烈的空中战之后，怀斯中枪无力战斗，谭雅让他尽快撤离，他的杂念太多了，动手的时候肯定犹豫了。在谭雅的带领下，203大队势不可挡，共和军节节败退，只能拉开距离躲进建筑物内。谭雅下令停止突击，当对方打不到帝国外围的炮兵，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谭雅再次进行警告，要求武装人员解除被关押的阿丽娜市民，并要求和指挥官谈判，如不接受，将视全员为战斗人员。民兵们怒不可遏，明明他们才是阿丽娜的市民，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城市。被关押的帝国士兵趁机逃走，结果刚出门就被民兵射杀。这一幕被维多利亚录下来，发给了司令部。很快，司令部通知部队进行扫荡，歼灭市内所有的共和国敌军。炮兵队开始炮轰整座城市，普通民众在炮火中仓皇逃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城市沦为地狱。共和国大队长傻眼了，没想到帝国居然真的发起了屠杀，他们只能放弃战斗，掩护市民撤离。帝国军官阴沉着脸下达炮击命令，直到黄昏才告一段落。203大队在城内搜救帝国士兵，沃伦在路上遇到惨不忍睹的尸体，只能安慰自己只是在营救俘虏。搜救完成之后，炮兵队发来通告，撤退的共和魔导队正在殿后和保护群众撤离。203大队需要尽快歼灭敌人，之后炮轰还会继续。沃伦看不下去了，跑到谭雅面前请求他重新考虑，如果歼灭了魔导队，那些普通市民根本没办法躲避炮击。谭雅示意沃伦向人群看去，少年憎恨的目光几乎将他射穿。如果放了他们，逃走的敌人只会重新拿起武器来击杀他们。谭雅把还想说什么的沃伦放倒，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，他们是军人，必须执行命令。他把枪扔到沃伦面前，他再说一遍，这是上头的命令，拿起他的枪朝敌人开火。沃伦崩溃了，他大喊着拿起枪支对准了无辜的人群。艾利希找到汉斯，拿出了一份名为《如何能尽可能将城市战合法化》的论文，上面通过重新解释国际法，解除了对市区进行炮击的限制。汉斯就是参考这篇论文下达的炮轰阿丽娜的作战，而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谭雅。谭雅是个非常优秀的军人，汉斯非常欣赏谭雅，甚至打算把解决共和国的大任交给他。联合王国的人道主义医院内，重伤的安苏醒了过来，他在坠海之后被神救下，而神要他消灭那个恶魔。